也是比较想证明自己。中国队又多了个大满贯的得主。哇！马龙蝉联了世锦赛的男子单打冠军。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疯狂的一场比赛。Ma Long and Wang Chuqin, what a performance! 现在来到了男单的冠军点。啊！马龙终于完成了3连冠的壮举。其实我想赢得冠军，但我更想赢得大家尊重。I am made in China。我看你这个膝盖上这个粉色的这一块还是挺明显的，这个颜色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好像去年年底吧。可能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之前打那个封闭，打完以后它那个因为有激素的原因，可能在皮肤上它会把一些毛细血管可能烧伤了，或者是皮肤表面，所以可能得过几个月吧，半年或者1年，它能慢慢消除。疼痛在这次的决赛当中有出现吗？没有，其实打球的时候现在感觉还好，但打完球以后，或者是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疼。打球的时候有可能现在注意力集中，或者是肯定比之前那个阶段好很多。之前你让我坚持，我也坚持不了。那这个疼痛一定会让你像你所说的得停下来吗？就是像这个训练得停下来，好像此前的很多比赛都得停下来。这是真到了一个必须把身体重新调整的这个阶段。没有，我感觉这个疼痛之前是没办法进行，就是有很多次想坚持，但是确实也很难。现在是基本在控制范围之内，这种疼现在是可能有一些不舒服，但可以忍的这种。真正在比赛里的时候你就忘了，没感觉。但你要下来平时训练的时候，你老是刺激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又不是像比赛那么集中的时候，会感觉有不舒服。但其实你当时心里挺有底的吧？觉得这个伤不过是一次小干扰，它没有什么威胁性，就是我只要认真对待，几个月它就会好。还是当时有很大的不确定？当时的时候，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感觉很简单，就像原来一样，原来也疼过，可能简单做处理或者休息10天8天的也就差不多了。但看了几次以后，过了10天半个月没效果，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比如打封闭啊这些治疗以后还没效果，就感觉有点慌了。就哪怕到过年的时候，一天都没休息去治疗，包括康复，还没效果，当时就那就不是慌了，那就有点崩溃了。有点崩溃。对对对。那这种崩溃的感觉能跟别人讲吗？还是自己忍着？没讲，最多跟秦指导，因为秦指导哪怕过年的时候也天天陪我，每天都陪我。因为本来今年过年的时候想回老家的，但后来想着在这儿有这种训练条件，在北京每天哪怕能多出来1天是1天，补把之前那个浪费时间能补一补，但还是感觉一般效果。伤病给马龙带来的影响，从2018年6月的日本公开赛就开始显现。A tough loss for Ma Long. We saw him last week the way he so steadily handled Fang Zhendong. 此后，马龙因伤退赛的消息接连传来。瑞典乒乓球公开赛事正在进行，昨天呢，马龙宣布因伤退赛。国际乒联官方宣布，马龙由于伤病退出即将举行的年终总决赛。奥运冠军马龙因膝盖伤病宣布退出本次止痛赛。其实我们当时觉得这是战略性吗？这是策略吗？还是你就是想充分调整、充分休息？确实，之前就像您说的，这个感觉是没什么问题。就因为你要提前报名，你不可能只有提前的1、2天你才开始报名，提前1个月报名，感觉像我们乒乓球这种伤都是劳损伤，你歇个10天半天、10天半个月，再有点治疗康复就差不多。但从小到大就没有过这么长时间没练球，3、4个月可以，所以说中间有很多比赛你没办法，
就觉得1个月应该好了，但到那时候没好，下个比赛又来了，你报不报名？不报名可能又浪费一次比赛，因为离世界比赛比较近，你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比赛想去检验你休息这么长时间到底状态怎么样，想去练一练、打一打，但还是没办法打。你刚才说的自己挺焦急的，甚至有点慌了。那个别人是不是对你又开始有些不确定了？说马龙还行吗？我感觉还好吧。其实我们要平时没比赛，感觉有的时候还是挺平静的，网络上。但其实那个阶段我都没怎么来到球馆里，我可能就在1楼健身房比较多，然后来球馆不多，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天天练不了球吧，来到这馆你看着他们练，你也挺心烦的。哎呀，我也想练。所以说，首先还不如不上来呢。在过程当中，一定你会觉得，其实时间周期和节奏你把握的挺好的，就反正是布达佩斯一定得打。在过年的时候，真害怕当时打不了，因为离的时间太短了，而且当时还没法练呢。你需要训练恢复，再从你身体的能动，再到你专项这种体能，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所以说，当时确实没什么底。刘指导说：“你别光先练身体，你哪怕上来。”站着防一防，随便发俩球，搓一搓，就找乒乓球的感觉。哪怕每天稍微动一点点，这种专项的这种运动，跟你平时这种主动的这种有意识的保护还是不一样。所以说，就开始有球的这种恢复吧。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非常重要。但真是不能打直通了，下决定的那一瞬间，当时是很爽快的说：“行吧，我这次不打了。”还是得折腾好几天，才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当时就觉得不打了，这样一次比赛其实也很重要，但还是想着，如果要想打后面的比赛，不想因为没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怕比赛里又因为受伤，那样反复的话，有可能对你这个伤会影响更大，所以就跟教练组商量就不打了，就好好再利用这1个星期时间再巩固一下，然后到封闭训练的时候能够开始的全身心投入去练。因为伤病，很多时候马龙只能坐在场边看队友们训练。治疗膝伤和体能康复成为马龙首要的目标，他的竞技状态被画上了一个问号。今年3月，阔别国际赛场半年多的马龙终于复出，在决赛中逆转击败了队友林高远，获得男单冠军。能够从伤病中走出来，这个冠军比我拿其他任何的公开赛冠军都要开心。4月的亚洲杯决赛，马龙2比4负于樊振东。对于刚复出的马龙来说，2场比赛，1个冠军，1个亚军，成为他世乒赛前的一剂强心剂，也让大家期待他能再次捧起圣布莱德杯。其实你心里还是有底，对自己还是有底，哪怕2个月，哪怕比这时间更短，还是能回到自己基本能够掌控的一种状态和水平。水平没法掌控，我只能说，哎，现在挺好，我能开始慢慢能恢复训练了。但你要说真正能恢复到什么水平，而且又是离世界比赛这么长时间，你心里还是着急。就算状态好的时候，你世界比赛或者这些大赛，你想打好的时候，你心里也不确定自己真正大赛的时候能发挥出什么水平。而且你又是有一阶段没有训练的情况下，你更还是没底儿。那时候对身体和心理的更加敏感吧，就一点点微妙的变化，你都想捕捉。对，每天你睡觉的时候，你都会去想这个膝盖，睡觉的时候动一动，哎，还行，哎，就感觉心情就特好。如果哎又疼了，你就感觉哎呦这一天都不好过那种。每天你会早上起来就去试今天这个一天的这种状态，你就能出来了，都反映在腿上。你从去年11月份开始做伤病的调整，很多人把那描绘成一个黑暗的日子，是压力巨大的日子。但现在回头看，那段日子是不是也给你储备了很多的能量了？确实，这个受伤这个阶段，这种经历是别人没有的。我觉得能扛过来就是一个财富，也能磨练自己的耐心，或者说在场上你必须要冷静，因为在那个阶段，原来自己经历的这种困难可能都是场内的事儿。就你得不了冠军，或者这个对手你托付不了一直输，这样一个场内的事儿。但你受伤这个东西，你确实你想着急，你真没用。你只能去等待，或者说每天康复，耐下心来，每天重复一样的事儿，从早到晚一样的事儿。然后那种煎熬，或者是你必须静下来，冷静，每天认真的去对待一件事儿，这种磨练内心的东西，我觉得是别人没有的。
来到世乒赛的举办地布达佩斯，马龙开启了自己大赛模式。比赛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好像跟日常我们遇到的马龙不一样，好像是一个完全封闭的马龙，拒绝外界有个任何的关联。哇，就是比赛这一件事儿，这是你强大的这个核心能力的一部分。因为也有可能是伤病的原因，会让自己能够现在慢慢更加独立起来嘛。就我可以不根据外界的所有东西，我就这次我来了目的我就为了比赛，那行了，我是手机我就从来不看，就比如新闻啊从来不看，最多看个时间，然后在房间里，我估计王主席这次我跟王主席住一房间，他都感觉到很压抑。就是你是面沉似水是吗？那倒没有，可能一天比赛出发之前，房间里有时候因为他也要准备世界比赛，这次团体那个双打也是进到决赛，他可能也就最后一天没球，每一天他也有比赛，他也很紧张，但是呢他又看我不太说话，然后他也不太说话，然后房间里也就放个音乐，因为太静了也挺难受，然后每一天谁主动放音乐？我一般都我放。放啥音乐？就随便就是手机里的歌，然后他呢也不说话，最多看看 iPad， 然后每天打完比赛回到房间能稍微放松点，就是放个相声啥的，就是听一听，就感觉房间里可能说话说的比较少，但还是有声在。他说那个你最后的3天，他能感觉出你每一次的翻身，都想什么？其实不是我刻意去想的，我真不想去想，脑子里自己蹦出来的，大部分就是比赛的东西会有，然后乱七八糟什么也会有，就睡不实。我感觉这次比赛比奥运会睡得还差，这是为什么呢？这个还是我真不确定。我要说卸包袱，我感觉我这次感觉压力没有上一届大，一切还好吧。当然还是像原来那样专注到比赛，你每天可能做的也是差不多，然后说话说的比较少，比较严肃这样一个习惯，但感觉这种心理压力没有上届大。布达佩斯赛场，马龙轻松晋级男单8强，并在1/4决赛中4-0大比分击败对手林高远。半决赛又是一场内战，对手是刚刚战胜了樊振东和单羽校期的梁靖昆。最后一场球更加困难，因为在这样一个决赛的气氛里，之前没有遇到过外国人，这种心理上的压力肯定会比中国人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但也希望能够自己像跟这2场内战一样，从一开始能够放轻松嘛。马龙距离自己的世乒赛男单3连冠只差1场胜利。接下来另外一场半决赛，马龙坐在观众席，见证了自己决赛对手的产生。It was a big moment for me, and I'm really happy to be in the final. It will be a tough match. I have to play on my highest level, and I will give him a big challenge. And I'm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final tomorrow. It's a fight. I mean, I played Malone, and I play Liu also, on the bench, so that's quite fun. 这是马龙第一次在世乒赛男单决赛中面对外国选手，也是中国乒乓球队自2005年世乒赛后第一次在世乒赛男单决赛中遭遇外战。当你赢了半决赛以后，最后一天对一个欧洲人，之前没有过这种感受，而且，有这种心理压力，有难度，同时也是个机会，又是一个能拿3次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说还是有很多想法在脑子里，就他自己往外蹦，比如赢了怎么办啊，输了怎么办，赢了什么状态，输了什么状态，就一大堆。那这种想法像个新人一样哈。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想胜负的问题，对，有什么是你特别独特的？更多的还是这种自己内心里这种一个教练，一个消极的一个积极的，你怎么能够去这种屏蔽这个消极的东西？因为你会去想到我输了怎么办？输了这样在一个欧洲比赛里又错失第3次这种夺冠，就是这种消极的很多。但同时你也要用积极去想，他再怎么强，他也不如中国队的强。就多去用积极的这些东西吧，包括所有能想的积极都去想。比如这次比赛住的房间132，我想132，那你就怎么想呢？1次奥运会，3次世锦赛，2次世界杯，反正就你就去想这些一切你能想的这些积极的东西嘛，暗示吧。包括那天决赛里双打，可能短袖我们穿的蓝的，然后对方穿的红的，然后挑边我们输了。
那想啊，许昕他们拿混双的时候穿的就是蓝的，我们就会去想一切能让你积极的心理的方面，就是积极心理建设。对对对。但是这个输球之后的代价你也想过？肯定最直接的代价是什么？肯定是个巨大挫败感。这样一个机会，然后这样一个决赛舞台，这样一个对手，你输了，有可能你这辈子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可能错失了就是男单这种冠军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金牌，我觉得也是一个压力之一。赛前反正刘主席也在说这种，就是想赢怕输这样一个观念。后来我想，我觉得想赢怕输不可怕，就是你光想怕输才可怕。你想赢，你盖过你的怕输，你就会多去想你能赢，一切就是积极的方面。如果你光想怕输，你可能越想越害怕，越想后果越多的时候，你这种人就会消极。决赛前，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出现在训练馆里，他拿起了球拍陪马龙训练，而训练馆的另外一侧，佩尔森在陪法尔克训练。世乒赛时隔32年，再次在男单决赛中上演中瑞大战。这一次是2位前世界冠军的弟子之间的较量。他很罕见的带了球板，这个球板冥冥之中好像就为了这个决赛在做着准备。我看着那个视频当中，虽然他失误挺多，但他一直是笑着在陪你在进行的练，这好像就是运气的一部分吧。那天差不多练了半个小时吧，他有些东西发球啊、接发球这种前三板还是很精的，然后还是现在这个年代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他让我们能够更加注意力集中，而且他又打得快，咣咣咣，来回打几下，你跟他练的时候你也会精力全部集中。所以说这种赛前这种调动上还是有一些作用，再加上这次正好决赛对手是正教，现在你也不好找出正教来。他能用什么办法能激励你，能够激发你？语言上，我觉得他太厉害了。对，他会帮你减压或者是激励你。每次你无论哪怕不是这次比赛之前的也是，你心情好或不好，你跟他聊完天，你心情都挺好。他就能用语言能够去帮你化解这样一个现在这种心理所处的位置，或者说能让你心情好，他反正就能帮你。如果我想他，如果要过去年代，他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政委。刘主席可能特爱吃大闸蟹，我不知道啊是不是确认啊，但他描绘你的这个打法的时候，他用这个绑大闸蟹来描绘，说你以前打球是把那个对手妥妥帖帖的，一点一点的把它缠绕在一起，很完美的大闸蟹绑好了。说现在好像不具备说这么完美了，可能这儿露一个小的这个角，那边露一个小的一个细节，但是你始终在不断的在抑制对手，在控制对手，这是你的核心能力吗？这是你的那个真的是制胜的法宝吗？对，我觉得我这种打法，这也是乒乓球一个魅力，我觉得就可以相互大家制约。然后确实对于我来说，现在这个一个技术发挥，再一个怎么能限制对手发挥，我觉得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的技术一定不是最先进，但你要是能够限制住它，发挥不出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或者是你年龄越大，你更要去加强的一部分。这也是自己能够还坚持吧，或者说能坚持在最高水平之一，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地方嘛。4月28日，马龙向他的世乒赛男单3连冠发起冲击。在此之前，他已经带领小将王楚钦获得了男子双打的金牌。今年继续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会展中心为您带来第5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的争夺战。马龙开局就以11比5、11比7占得先机。马龙打得很坚决，这个球。随后，法尔科在相持中发现了机会，以11比7又扳回一局。第4局比赛，马龙失误较多，比分一直落后于对手。马龙，尤其是这一局是马龙遇到最困难的一局。从第4局开局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节奏就感觉急了，就节奏比较快，就是想放，当时你都不想放下来了。你想，因为当时虽然是大比分2比1领先，但是从场上这种局面控制上，或者是从一些技战术角度上，我感觉已经有些难受了，或者是很难受了。当时。
还是落后2分。但那个7比9对你来讲，你感到一丝不确定，感到一丝觉得压力真的来了，甚至输球就，甚至输的这一局的可能性，它变得非常真实了。在打到7比9的时候，其实已经我都没有太过于想这一局，可能就准备下一局了。这一局就当说这么打，然后，但不是说放弃那么打，就是还是有一些变化吧。然后从下一局再重新那个组织这个技战术，所以当时那几个想法，但当时打到9比9，我感觉有戏，因为其实还是有一个想法，只不过受于比分这种压力，就一直做的这种效果不好。什么想法？就我觉得当时其实技战术上，9比9摆到反手短，我感觉是一个好球，但当时都是落后2分，你有时候做这个东西压力会比较大，或者是他2分他有心理优势，他可以放开去打的话，这个球有的时候效果就会是一般。但打到9比8，他叫暂停，我第2球发个长球，他没准备。9比9的时候，我感觉这时候他可能也慌了，因为你领先2分再追平再打的话，其实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这个球啊，就是马龙的经验了，也是他的胆量。这样马龙拿下了第4局，现在马龙3比1。马龙终于完成了3连冠的壮举。其实我想赢得冠军，但我更想赢得大家尊重。这场比赛我不光是代表自己，更重要是代表球队，代表中国。I am made in China。像东京其实就是很现实的目标了。过了这个布达佩斯之后，东京好像这个道路比以前更平坦一些了。这个你面临着自己的第3届奥运会了，哪些是马龙要积极的去做的，是很特殊的属于你的一些日子要过。因为这个400多天不仅是一次比赛了，一定你还要调整到自己最好的那个，你要做些什么东西？首先，作为我来说，肯定还是能够跟上大家正常训练节奏。我觉得这是你要能是保证一个正常发挥或者超水平发挥，这是一个前提。所以不想再出现这种伤病、这些意外的这些东西。再一个就是能够调整心态吧，因为我相信东京这个奥运会的这种压力肯定会比这次或者里约大无限倍，所以说这种调节这种心态上的东西也是需要接下来跟教练啊或者自己这方面能找到一个好的这种方法方式吧。我在深圳我问过郭亮，我说这个乒乓队里以后谁能干教练这件事儿？马龙啊。我说为什么呀？他热爱啊。这热爱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种热爱是钻研。他爱琢磨这个东西，就是你哪怕下到球场以外，他也会去这种爱钻研，他也会去就是去脑子里没事会想到这个球。好多时候有可能在场外的时候，你吃饭，哎，就会突然蹦出来一个这种东西。我觉得热爱的人都爱教人球。作为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问我也挺爱教的，就感觉哎。这个东西你可以试试，我可能试不了了，我年龄受不了，你试试。我感觉热爱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钻研嘛。那热爱是天赋嘛？因为你好像与生俱来就是这样吗？我觉得是天赋，热爱。他对于这种球的感觉，而且他这种钻研，他也不是去瞎想，他还是觉得有些东西是可能的。乒乓球需要一个乒乓球世界里的费德勒，就他能打很长，能够奉献出大家所期待的那个成绩啊，那个比赛的过程。我觉得那一瞬间，我觉得马龙可以当这乒乓世界里的费德勒。这个要重新去找到一个训练模式，可能你要是坚持到很长时间，你需要有一个新的训练模式，这是之前没有过的。包括心理上，你不能还像20岁一样去每天追求必须是冠军这样一个东西，你要能够允许自己在一些比赛里犯一些错误，甚至输球。这样的话，你心态好，你才能坚持到，比如38、9岁、40岁这样一个可能性。